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下，改变5个小小的生活习惯，就可以让你家里干净100倍啊！只是5样东西。好嘞，第一样呢，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首先就是要铺床。每天早上啊，我觉得一个房间里边，不管你多凌乱多好，如果你把床单铺整齐，你每天回来心情就会舒畅很多。而且对一天的开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整整齐齐把床铺好的时候呢，对一天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晚上回来呢，上床睡觉之前呢，又会一个非常轻松美好的心情上床睡觉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把床铺好。第二点呢，我之前有说过，就是把自己的鞋子玄关的鞋子要减少，比方说家里只有3口人，就只留3双鞋，3双拖鞋。当你不在家的时候，那你应该剩3双拖鞋。等你回家的时候，应该剩3双平时穿的鞋。如果你今天球鞋换皮鞋，那就把球鞋放起来，只留下皮鞋。这样的话呢，玄关一进门就不会被满满的鞋呀、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堆满啊，就不会有一个烦躁的心情。非常简单，就是把不用的鞋子全部储存起来，放到旁边，或者是拿个箱子也好，或者拿个鞋盒也好，或者是拿那种储存箱子的那种储存鞋子那种箱子啊柜子，把它放好它。凡是眼睛看到的地方呢，只留3双鞋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整天放进去拿出来可能会不方便。我这些 idea 呢，就专门针对家里很脏乱的人啊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都习惯平时随手一扔，随手一拖就在那里。如果你拖可以，如果你只是剩下3双鞋的话，你怎么拖来拖去也就3双鞋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你会感觉很干净，你会很自然的顺手就把它摆平，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。我们做家长的也同样给孩子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这样的话呢，等我们鞋子变少了，我们就会很主动的去把它鞋子摆好，然后孩子呢也会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一起摆好。这样呢，大家都会一起养成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习惯啊。第3点呢，就是碗筷杯减少数量。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种，一想到这种厨房脏乱啊，我们都可以想到那种锅碗瓢盆堆一大堆要洗的那种情景啊，都得令到我们回家都很烦乱、很脏乱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一家3口只把它减到只剩3个碗、3个碟、3双筷子、3个勺子、3只杯的话呢，那你的整个的洗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很多，非常非常容易打扫啊。就算比方说你说你吃饭还能没碟子吗？可以，就尽量减到最低。我并不是说真的减到只剩1个，但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相对的来，只要你需要的减少到最低。像锅碗瓢盆也是，锅碗瓢盆像平时尽量能用1个锅的，就不要用2个锅。这样的话，你回到家之后呢，你就这种烦乱的感觉就不会没有。当你数量减少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很自然的就想把它杯洗干净，把它放好，因为你整个干净的桌子上只有1个杯，你就觉得很格格不入，就会马上洗干净放好。你不会因为以前不洗，是因为堆太多了，你不知道何从入手，而且每当看到堆积如山的锅碗瓢盆的时候，你就头疼，哎呀，我不想去碰它，所以就越堆越多啊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，就是把碗碟极简到只需要的，所以呢，你用起来，或者是你怎么摆的脏乱都好，你都非常容易去打扫它，去打扫它，因为你已经极简下来了嘛。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。我现在所有的碗碟杯都随手一洗，因为就那几个，你不洗你就没得用。但是呢，就算你堆在那里，你也就这么几个碗碟，也不会说乱到堆到很多，你不想去碰它啊。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 idea。OK， 然后呢？再就是呢，我以前也是那种比较懒的人啊，到处都是比较脏乱。后来呢，我就想了一个 idea， 为什么我们东西喜欢随手一放，甚至有些东西明明可以随手一扔的东西，我们却不扔放在那里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垃圾桶太远了，懒，不想走过去。所以呢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，就是我家几乎每个地方我都会放一个小垃圾桶。当然了，如果家里你不想放垃圾桶，觉得很奇怪、很脏乱呢，像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过，我们经常去 shopping 的那个纸袋包嘛。我就会把那纸袋包呢，然后就随手往旁边一停，就是放一个袋子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又整洁，因为是纸袋，是方方正正的，给人感觉又不会很脏乱啊。我就有什么垃圾，桌上垃圾就随手往里扔，满了之后我就连那个袋子一起扔掉了。这样就是可以继续循环使用，继续使用这些袋子啊。
多一点小垃圾桶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，当你桌子上看到有废纸啊、信封啊没用的，你就会随手一扔，因为垃圾桶就在旁边。我可以理解，就是我就是那种懒得走2步都懒得动那种人啊，所以我旁边如果都有垃圾桶的话呢，我就会随手一扔。所以我的床呢，双人床嘛，我是一边一个垃圾桶的，就是直接垃圾就扔在里边，你就不会堆积在桌子上，桌子上就会很干净、很整洁啊，很整洁，就像现在你看。就桌子上就会很干净整洁，你就不会放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像如果以前的话呢，如果我这里没有垃圾桶的话，我就会堆一大堆垃圾。我现在就不会了，就算没有垃圾桶，我也会整一个袋子，直接不吃的不用的就直接往里扔，你就不用第二次去拾到它，去打扫它啊。然后呢，第3个呢，第3个。第5个呢，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尽量要用令我们很方便的打扫的东西。我首先一点呢，就觉得就是像吸尘机一定要轻便啦，擦地的也要轻便啦，方便啦，而且呢，抹布一定要小。就是我觉得大抹布啊，你洗起来哈，就是特别麻烦，然后脏了呢又觉得哎呀，就是又很难去洗干净，很麻烦。但是小抹布呢就很容易清洗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养成一个喜欢擦抹的习惯呢，就尽量给自己买那种小小的抹布。我现在像那种布剪的小小的抹布也可以，或者是说我在网上买的那种像给小 baby 洗脸用的那种很小的那种小方布，而是纯棉的啊，又吸水，擦桌子擦什么特别特别好，就是改用小的东西。像小的东西它脏了，我们大肥皂洗呢也容易洗，所以呢，抹布用小的，你就会想去擦抹，然后呢把那个喷雾剂啊和抹布啊还有刷子找了一个小篮子，这样放在一个你随手就是可以拿出来一提一下子就拿出来，也不用散开，你提了这个小篮子，你就可以去任何地方cleaning啊，养成这个好的cleaning这个习惯。其实今天我讲的只有这5点。但是呢，如果这5点你可以做到的话，你家就已经干净很多了。你想，我们一般进入家里边，就是进入大家里边，家里边那个桌子，像一般我们厨房如果是 open 式的话，开放式的话呢，这个厨房的桌子上就会容易堆积东西。但是这里的，如果你锅碗瓢盆什么都整得干干净净的了，一进门的玄关干干净净的了，一进卧室的床干干净净的了，所以你的家已经可以比你平时要干净100倍、1000倍。只要这5样东西，如果你可以做到呢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慢慢尝试一下，这5样习惯你可以做到的话，整个家就非常非常的显得干净轻松啊。我呢就是属于懒人派的啊，所以我想的招数呢必定是又简单又快捷又适合懒人用的啊，所以非常非常容易去做到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，当然了，有时候上班回来就很累啊，都不想做家务什么的，我们就把这个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实行它，这样的话呢，又可以轻松，又可以下班之后又可以让自己轻松，又可以达到家里边干净整洁的感觉啊。好嘞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就讲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新的盆栽，这是其实以前就有了，然后就扔在外边就没有扔在外边就没有打理，看这种长长的。现在我全部把它们都整理好了，重新移了进来，这都是以前整理的，然后扔到外面就再也没有管了。再也没有管它们了，然后最近有了时间了，就把它们都移了进来，长得还不错，等到新的绿叶长上来会更美的。你看旁边这个已经新的叶子已经开始长出来了，多美呀！什么东西？看这种绿绿的叶子，这种生命的感觉好棒啊！等这个绿叶长出来之后，也肯定会很美的。悠闲自在。这下面放的是我家波波的猫粮。